这年头，穿异世界对霓虹人来说简直比吃饭都要稀松平常。什么被大货车撞飞成吓人呐，见义勇为被捅成龙傲天呐，简直不要太常见了。那你见过勇者穿越回现代，又带着一个班的同学被召唤回去的吗？我们的男主阿雪是个坐在主角专属座位上的杀马特阴暗皮，只有他的小青梅夕阳愿意接近他。当魔法正在地面亮起，所有同学惊慌失措的时候，只有阿雪邪魅一笑，哈哈，异世界老子又回来了。结果没想到定位失误，他们却被传送到了人魔大战的战场上。没等呼吸几口异世界的新鲜空气，全副武装的盔甲魔族就朝他们冲来，同学们都惊慌逃跑。见阿雪傻愣站在原地不动，夕阳一把扑过来抱住阿雪。没想到他眼中柔弱的竹马居然背着他用一根手指弹飞了攻来的魔族。人族的士兵和魔族展开厮杀，只有王国骑士团冲锋上前消灭了肆虐的魔族。包括阿雪在内的高中生们都是作为勇者被名为迪斯尼提亚的王国召唤而来的。这个国家时隔5年再次面临魔族的侵略。5年前，也有一名来自异世界的勇者平息了危机，拯救了世界。都是一群15、16岁的高中生，一来就让他们拯救世界什么的，难免有些混乱。不过在见识到外面的危机后，大家决定留下来训练吧。看着情况，不打勇者就得死啊！阿雪安慰不安着青梅，他是不会让阿雪遇到危险的。第二天，少年少女们就开始了剑术和魔法的训练，只有阿雪一个人在偷懒，被女骑士艾露加抓了个正着。阿雪这我行我素的风格让艾露加非常不爽，这恶劣的性格和5年前的勇者一模一样。他警告阿雪，这个世界比他想象中的危险，他最好赶紧回去训练。阿雪根本不怕他，只要有本事把他带回去。本以为阿雪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艾露加想让他吃点苦头，没想到阿雪躲过攻击，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巴掌。这熟悉的力道和触感，艾露加当场跪在阿雪脚下，要给他当雪大人的椅子。夏提亚点了个赞，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居然是个抖 M。骑士格雷因路过，问他们在玩什么奇怪的 play， 就见艾露加一脸兴奋地说雪大人回来了。之后阿雪又去见了另一位伙伴提亚，没错，他就是5年前那个拯救世界的勇者，只是容貌和身材都发生了变化，伙伴们一时没认出他来。虽然重回伙伴身边，但阿雪心中的疑惑只增不减。他们一起来到阿雪消失的地点。5年前，他和东镇在这里大打出手后双双消失。之后，他带着记忆和魔力转生回了现代。10几年后，再次被异世界召唤，在这里的时间却只过了5年。在离开之前，人魔战争本来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战争再次爆发，战场的魔族铠甲上还带着东镇的诅咒之力。这时，格莱因被国王紧急召见，暂时离开。因为阿雪的突然失踪，他原本的职位由格雷因担任。不过，就算阿雪再也不愿意被职位束缚，他本来想等到和平后就去周游世界，却没想到国王因为选召出了勇者们，打算的魔族正式宣战，还后悔的5年前听了勇者的谏言，和魔族缔结和平条约，要在神的授意下统治世界。夕阳的魔法天赋极高，但他却不愿意用这份天赋去伤害别人。阿雪也不知道怎么给他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战争，倒是夕阳开朗一笑，说他会用这份力量来保护阿雪。国王执意和魔族开战，格雷因只能以勇者部队需要操练为由争取了一定时间，全面战争无可避免。阿雪一看既然如此，那就再次组织战争吧。如果是东之阴谋，他就更要挫败。艾露扎些人本想追随阿雪一起去的，但是国外这边也离不开人，只能阿雪独自行动。几个人靠着提亚的魔法侵入王国仓库，拿到了阿雪以前的武器黑丸。你这个造型看得好像玄重齿啊！斗破苍穹看过没得？即将开战的城堡内戒备森严，结果因为艾露加鲁莽行动引起了骚乱。格雷因和提亚跑去争取时间，就留下艾露加送别阿雪。没想到察觉到不会的夕阳也跑了过来，焦急地问阿雪为什么要离开。阿雪向夕阳坦诚自己是第2次被召唤到这个世界，为了结束战争必须要去找之前的熟人。夕阳也想和他一起走，阿雪不想让他遇到危险，而且他这种弱鸡跟着也只会拖后腿。夕阳只能依依不舍地送别阿雪，但是阿雪闭上眼睛，阿雪害羞，本来以为等来的会是一个亲亲，没想到青梅用刚修的魔法给他剪了个头，阴暗皮当场变成了清爽美少年。阿雪告别夕阳和艾露加，踏上了异世界的第2次旅程。作为一名宝石工匠，最应该坚持的就是自尊，绝不会将自己的商品卖给毫不懂价值的庸俗之人。那个是我呕心沥血打造出的得意之作呀，得加钱。年幼的陆离目睹爷爷为钱折腰，将一枚胸针卖给了一位出手极为阔绰的黑衣男人。不久前爷爷去世，参加完葬礼之后，陆离决定完成爷爷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赶着马车踏上了旅途。却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野猪魔术的袭击，车扬马翻，背包里的胸针也掉了出来。陆离慌忙地捡起胸针藏进包里，一扭头就对上了野猪一双猩红的眼睛。本以为这次必死无疑，好在阿雪及时赶到救起了陆离。从小被爷爷教导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陆离，坚信阿雪救此是另有所图，战战兢兢地表示要钱的话可以让他把货物卖掉之后换钱。阿雪觉得好笑，表示自己就是来助人为乐的，伸手带陆离起来。声音恍惚间让陆离幻视来了买胸针的黑衣男人，见陆离一个小朋友出门，货运居然连护卫都没顾。阿雪提醒他命要是没了，要再多钱也没用。见义勇为又准备离开，陆离突然叫住了阿雪，详细的担任自己的护卫，他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将商品交给对方。阿雪有事在身，本来是打算拒绝的，不过看小姑娘眼泪汪汪的，一心软，答应把她护送到前面的港镇。因为只剩下的护卫工作，陆离只好不舍得将其他货物扔下，只带最重要的包裹和阿雪上路。一路上都表现得非常警惕，不肯将东西给阿雪看。一早上，两人来到港镇马鲁塞纳。自从5年前战争结束后，这里就因为贸易活动变得非常繁荣。
陆离本来打算乘船去魔族大陆的，结果正好碰上战争爆发，去魔族的船全部停驶，问了半天都没有人愿意带他去。祸不单行，碰上了黑心宪兵检查，这陆离把包裹包得这么严实，他们就以没收的名义抢走包包。阿雪阻止了宪兵，检查公民的行李需要国家的许可证，他们这叫无证搜查。宪兵看阿雪拒绝冒险家居然敢忤逆他，打算动手给他点颜色看看。双方的争执引来路人围观，害怕把事情闹大，宪兵只好放下狠话离开了。陆离那叫一个感动，这护卫服务也太周到了点吧。陆离请阿雪吃饭，他准备再去找找有没有人愿意带他去魔族大陆，如果实在不行就买一艘船，就算花很多钱也没关系，他有着必须要去的理由。见陆离这么坚持，阿雪也没办法，表示自己可以帮忙带他一程，因为他也要去魔族。陆离很高兴，问阿雪要付多少钱。阿雪表示报酬就是他们今天这个旅馆好好休息一下。陆离都累得吃不下饭了不是吗？两个人在一间旅馆住下，当然房费是平分的。陆离将包包里的货拿给阿雪看。陆离的爷爷是位知名的宝石工匠，在王国内的手艺无人出其右。不久前爷爷曾打造过一枚宝石胸针被送来修理，当时爷爷已经时日无多了，但还是坚持修理好了胸针。他将陆离叫到面前，他告诉过陆离金钱很重要，那是因为没有钱就无法守护真正重要的事物，为了守护重要的东西不惜舍弃其他的一切，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骄傲。他将自己的最后一份工作委托给陆离，陆离发誓一定让这枚胸针安全地送到对方手上。陆离将胸针拜托阿雪看管，自己跑去洗澡。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枚胸针正是之前被阿雪买走的，上面被他设计了加护魔法送给某人。现在胸针坏掉，难道是那个人出事了？深夜白天过来找茬的宪兵闯进旅馆，要以魔族间谍为名捉拿两人。阿雪非常无奈，只能带着陆离跳窗逃走，在城内东跑西窜。两人一路跑到海边的一处死路，面对宪兵的围堵，阿雪非常嚣张，挑衅完宪兵之后抱起陆离直接跳海。哪儿经过这场面的小姑娘当场被吓哭，然而他们并没有掉进海中。随着阿雪的一声呼唤，一只巨大的蛇形海怪从水中探出头来，阿雪温柔地落在海怪头上，拜托他带自己到魔族大陆。几个宪兵这一下彻底傻眼，坏了，半夜起猛了，怎么看到海神利维坦了？陆离终于意识到，他这个护卫不是什么简单人物。天亮时分，心心念念的魔族大陆出现在两人面前。